小姐真是好福气，不仅是尚书大人唯一的嫡女，外祖家还是江南首富，这眼看着又要和当今最受器重的三皇子成婚，说不准以后咱们就得尊他一声。嘘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说。大小姐宅心仁厚，出自办义学，还常施粥布善。若她真有那一天，倒也是大齐百姓的福气。晴儿，剪刀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夫人留给您的9天玄凤嫁衣，当真举世无双。瞧这凤凰，像是下一颗标振翅飞出来了。大齐百姓如今民不聊生，我身为女子无法入朝为官，想要改变大齐的现状，就必须嫁给身居高位的我，辅佐他成为明君，为百姓造福。小姐可是还在想昨日之事？三殿下向来知礼守节，仁爱温和，我们撞见的那个纨绔定不会是他。小姐宽心。是了，三殿下是诸皇子中唯一敢在朝堂上提人证之人，想来那人只是背影与声音有些相像罢了。小姐，三皇子殿下来了，可是画儿吞吞吐吐，可不像你的性子。回小姐，三皇子殿下身边还跟着一个女子。那便去看看吧。婉婉，别怕，这是你嫡姐。嫡姐安好。怎么会是他？小姐放心，府中下人早早便来施粥了，定不会让百姓饿着肚子上供。那就好。怎么会不值钱？掌柜的，你好好看看，那边怎么吵起来了？这可是上好的和田玉，最少也值3000两黄金。两位贵人，求您放过小人吧，这分明就是块不值钱的料子。若小人真按和田玉收了，小人的铺子也就完了呀。掌柜的，你可想清楚，你拿出这3000两，最多只是关门歇业。若冥顽不离，我不介意送你全家去刑部走一走。贵人饶命！贵人饶命！又是个仗势欺人的纨绔子弟，就会欺压百姓。大齐重世家，轻农商，许多世家子弟自视甚高，不把百姓当回事，却不知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以我现在的身份，能救一人，却难救万民。唯有尽快辅佐三皇子上位，方能真正改变这一切。不过小姐，那纨绔的背影和声音，怎么有点像三皇子殿下呢？看我，三皇子殿下一向爱民如子，怎么会做出这等鱼肉百姓的事情？多嘴，罚你回去为我掌灯1碗。昨日那个仗势欺人的混账，竟真是三皇子。三皇子在朝堂和我面前一直是一副一心为民的模样，为此争取了大半朝臣的支撑，也让我选择嫁他为妻。没想到我们都错看了他，一个道貌岸然的畜生，如何能成为一代明君？玉瑶，你妹妹在向你问安，你没有什么话说吗？殿下说笑了，我母亲只有一个孩子，哪儿来的妹妹？玉瑶，婉婉是你父亲刚接回府中的，确实是你的亲妹妹。她性子胆小又怕羞，你多让让她。胆小怕羞，倘若昨日不曾撞见二人勾结欺压百姓，我或许还能信上几分。血脉之事轻重难料，若真是妹妹，自当由父亲开宗祠昭告全族，我不敢越俎代庖。殿下，是不是姐姐厌恶我？若是如此，我还是回去吧。沈玉瑶，你吓到婉婉。大小姐，老爷方才已开宗祠，将二小姐名字录入族谱，记于夫人名下，望大小姐年纪尚幼，多多体谅包容。记于夫人名下，他们竟敢拿母亲的名分给她做垫脚石。小丫头，这下安心了。当初我便许诺，必定让你认祖归宗，做尚书府名正言顺的嫡出二小姐，成为我的王妃。殿下，你我婚期在即，你这是何意？玉瑶，我正要告知你，我和你妹妹婉婉一见钟情，她性子娇弱，如果进府做侧妃，一定会被人拿捏，受委屈。原还愁这桩婚事难退，如今倒好，她亲手把刀柄递到了我手里。殿下的意思是，你要退了我们的婚事？怎么是退呢？只是从正妃变成侧妃而已。不过你放心，入了府你还是当家主母，主持中事。毕竟婉婉小孩心性，只要安心做个米虫就好。正妃享名分，侧妃掌中贵。殿下这王府规矩倒是新鲜。哎呀，殿下，你怎么当着姐姐的面就这样说人家？我也不好再劝，只是不知殿下可想好如何同淑妃娘娘解释。玉瑶，你最是懂事，母妃对你满意之极。只要你说是你自愿把正妃之位让给婉婉，母妃一定会同意的。
3年里，沈家为他铺路，外祖家为他散财，原来养出的不是明君，是一头喂不熟的白眼狼。好，明日我便带殿下的心上人入宫见淑妃娘娘。姐姐，当年你母亲善妒，害我娘做了一辈子外事，现在我也要你尝尝被我抢了位置的滋味。你等着，殿下说淑妃娘娘最喜欢乖巧听话的娇娇女，待淑妃娘娘见了我，一定巴不得你赶紧让出正妃之位给我。论愚蠢恶毒，这两人真是天生一对。淑妃娘娘醉心权势，看重的可从来不是什么温顺乖巧。荒谬！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淑妃娘娘，殿下心悦神婉，说要娶她为正妃，臣女不忍殿下失望，但王母有命，臣女只为妻不为妾，还请淑妃娘娘收回成命，取消我与殿下的婚约。沈婉，回禀娘娘，沈婉是臣女的妹妹，不久前刚被父亲接回府中。殿下直言妹妹娇弱温柔，是旁人不知道的好，定会让淑妃娘娘欣喜。娇弱温柔，好得很，沈婉。既然皇儿如此喜欢你，那你今日就留在宫中，让本宫好好看看你有多好。是。姑姑，今日天气大好，我想自己散散心。姑姑放心，这路我熟悉，定不会乱走，让姑姑为难。是，只是还望沈小姐不要误了出宫的时辰。臣女沈玉瑶，拜见大皇子殿下。三弟的宫殿不在这边，沈小姐走错了。殿下误会了，臣女寻的就是殿下。这是神元丹，我祖父偶然所得，可补先天不足。你想要什么？殿下，可愿与臣女做一桩交易？交易？不，准确的说，是臣女想弃暗投明。逆女，还不跪下！父亲，女儿何错之有？你真是心思歹毒，和你那个娘一样。我告诉你，正妃之位只能是婉婉的，你若听话，侧妃之位还是你的。可你要还是任性，就别怪为父让人抬一顶小轿，送你去给三皇子做妾。父亲，女儿身为尚书府嫡出的大小姐，我若是给人做妾，您的脸怕是也要丢尽了。你冥顽不灵，冥顽不灵！来人，拖大小姐去祠堂跪着。二小姐一日不回府，她便不许起来。别忘了，你们的阅历是谁给你们的？父亲，您身居高位太久，怕不是忘了，若没有外祖的财力支持，您现在还在偏远的县城做县令呢。小姐，老爷和三皇子也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让一个外室女爬到您的头上呢？现在外头已经有些流言蜚语了，要不要奴婢找人封了他们的嘴？不仅不封，还要花钱让人好好宣扬，最好把他们的两情相悦传得人尽皆知才好。人都有怜弱的本能，如此我才能干干净净地褪去三皇子妃的身份，撕下三皇子伪善的一层皮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三皇子要娶尚书府的外室女为正妃。什么？三皇子不是和尚书府嫡女早有婚约吗？这放着正经的娘子不要，非要娶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外室女，淑妃娘娘能同意？嗨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我婆家小叔子邻居家的儿子在宫门当差，听说三皇子为了娶这个外室女，在淑妃娘娘宫前长跪不止。淑妃娘娘心疼三皇子，所以专门下了旨意，封那个外室女为正妃。唉，就是可惜了沈大小姐，好好的嫡女正妃，竟成了一个外室女的陪衬啊！姐姐，
父亲不是罚你在祠堂跪着吗？你怎么能不听父亲的命令？难道你根本没把父亲放在眼里？罢了，你我姐妹一场，往后都要入殿下的府中。不过我为正妃，你为妾。你是嫡女又如何？你外祖家富贵又如何？父亲疼我，三皇子爱我，你注定被我踩在脚下，甚至入了府，你还要跪拜我，称我一声三皇子妃娘娘。你很吵。什么？说完了就滚。婉婉，殿下，谁欺负你了？怎么哭成这样？是我身份低微，痴心妄想能做殿下的妻子，才让姐姐。婉婉，我们真心相爱，和身份有何关系？玉瑶，你太过分了！我本念及3年情分，想娶了婉婉后也八抬大轿你入府做侧妃，可你还没入门就这般欺辱婉婉，让我如何放心？三皇子殿下，淑妃娘娘难道没有告诉你，你我的婚约已经取消了？婉婉，你先去找你父亲，我有些话想单独和你姐姐说。是殿下。玉瑶，别和我使性子了。我知道你爱我至深，做侧妃确实委屈了你。你看这样可好？待你和婉婉入了门，我让婉儿把正院让给你，你可满意？殿下，我不要正院。我就知道玉瑶最懂事了。你放心，我倒是一定雨露均沾，不会因为你是侧妃而冷落了你。殿下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不入殿下府内，何须正院？若殿下真心觉得委屈了我，不如把这些年在我这支取的80万两白银还了我，可好？不行，不能撕破脸。为了娶婉婉，我答应过母妃必须稳住沈玉瑶，让她入府，好以沈家的权力和江家的才艺助我成为太子。玉瑶，你我马上就要成婚，夫妻一体，提这些做甚？那殿下的意思是不打算还了？殿下，淑妃娘娘急召，让您现在回宫。玉瑶，母妃召我，我先行一步，改日再来看你。当初我怎么就瞎了眼，把一个朝三暮四的白眼狼当成能为民请愿的质子？幸好现在换人还来得及。世人皆知，大皇子乃皇后唯一嫡子，仁德宽厚又才华出众，只可惜先天不足，才只能在皇宫内当一个闲散皇子。殿下甘心吗？神元丹千金难求，沈小姐破费了。殿下，我是江家的外孙女，江家别的不多，就是钱多的花不完。早有耳闻沈家有女端庄聪慧，却不知还这般风趣。以其品观人品，沈小姐心思缜密，杀伐果断又不失余地，有大才。所以殿下接受我的弃暗投明了。不知沈小姐想要什么？我想要让大齐所有子民都能行有所得，老有所余。我以大齐皇室的名誉和历代祖宗发誓，白胜轩的正妻，此生唯有沈玉瑶一人。若是殿下的话，我想就算我不以正妻之位入府，您也定会。阿瑶，我会扫除你的一切顾虑，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我。听说三皇子妃是外室女啊，这外室女的娘以前还是百花楼的头牌呢。有其母必有其女，必是伺候人的功夫了得，这才把三皇子迷得神魂颠倒。我看这外室女样貌不俗，穿戴也贵气非凡，想必在尚书府也很得宠爱。琉璃冠，那不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吗？殿下，婉婉终于能嫁给你了，婉婉好幸福。傻丫头，现在怎么还叫我殿下？待我们成婚，私底下我们就是最平凡的一对夫妻。是，夫君。吉时已到，请2位新人拜堂。等等，玉瑶，今日是我和你妹妹大喜的日子，你莫要。逆女，你疯了不成？玉瑶，你这次真的太过分，还不赶紧和婉婉道歉？道歉是该道歉，不过不是我，而是沈婉偷了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，你不该给我道歉吗？嫁妆偷拿上尚书府，逆女，
只是拿了一件嫁妆而已，你何止如此咄咄逼人？婉婉和她娘因为你母亲在外面吃了这么多苦，这是你和你母亲欠她的。玉瑶，你做得过？婉婉可是你的亲妹妹，既然是你们母亲留下的嫁妆，那也该有她的一半。殿下，你愿意娶一个外室女是你的事，但她的母亲是青楼的继子，她想要嫁妆，大可去问她自己的母亲。现在她想认在我母亲名下，就是想拿我母亲留给我的东西吗？你们就不怕我娘亲她地下有知，要爬起来找你们算账吗？姐姐，我也是神府的嫡女，你何苦这样欺我？如果你是因为我要嫁给殿下而生气，婉婉可以不嫁的。殿下，婉婉可以青灯古佛，一生不嫁人，也不想失了姐妹之情。姐妹之情大可不必。你要嫁三殿下，那是你们的事，我和他婚约早已取消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婚约取消，够了，玉瑶，你也要适可而止。皇子侧妃已经是旁人要不到的荣耀。再者说，如果不嫁我，满京城还有谁敢娶你？逆女，还不赶紧和三皇殿下认错赔罪？难道非要闹得被退了婚，让沈家在京城颜面尽失不成？殿下，陛下的儿子不止您一个。沈玉瑶，你忘了，这3年你为了帮我上位，已经把我二哥和四弟得罪死了。若你要嫁给他们，怕是生不如死。果然，他不是看不见我的付出和帮助，只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没有选择，而肆意践踏我的底线。我说的并不是二皇子，而是大皇子。先不说大哥是否愿意娶你，就他那先天不足的身体，你嫁过去是想第2日就做寡妇吗？你，我娶。婉婉别怕，这一定是母妃求父皇下的圣旨，这样再没人敢拿你的身世做文章。沈玉瑶，既然父皇下旨为我和婉婉赐婚，你注定只能是我的侧妃，就不要再妄想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了。大哥，看到你身体康健，弟弟好生高兴。宣旨吧。沈玉瑶接旨。礼部尚书沈封嫡女沈玉瑶，温香恭顺，有徽柔之志，柔明玉德，有安正之美。兹赐婚于大皇子为正妃，望尔等婚后相濡以沫，结百年之好。命择良辰吉日完婚，妻此。臣女沈玉瑶谢主隆恩。玉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明明是我的侧妃，怎么会？三弟，阿瑶是你嫂子，这是父皇的旨意。阿瑶，父皇让我宣了旨就尽快回宫，母后端门叮嘱我，让你明日入宫参加宫宴，到时我在宫中等你。玉瑶，你故意气我的是不是？你明明是我的侧妃，怎么能背叛我嫁给大哥呢？殿下，先背叛的人明明是你，不是吗？姐姐真是好福气，和三殿下刚取消婚约，就和大皇子搭上了。沈玉瑶，原来你早就和大哥在一起了，所以才如此干脆的和我解除婚约。我真没想到，一向克己复礼的沈家嫡女，竟还是个人尽可夫。殿下慎言！我现在是大皇子的人，往后就是你的长嫂，不敬长嫂，殿下是想世人口诛笔伐吗？吉时已到，祝妹妹和三皇子举案齐眉，白头到老。恭喜沈大小姐，不应该说是大皇子妃了。您和大皇子真是天作之合呀！大皇子如今看着身体康健，以大皇子的才学，想必很快就能进入朝堂，到时青云直上，想必……沈大人当真好算计，一门两王妃是想分开下注吗？冤枉啊，三殿下！您知晓我最疼婉婉，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伤害婉婉的事情？三殿下放心，微臣可以保证，那个逆女绝不可能嫁给大皇子。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我沈家2个女儿竟嫁给了2位皇子，你是想沈家丢尽颜面啊？父亲，我嫁给大皇子做正妃，您很不高兴。
自然，今日是你妹妹的大喜之日，你却硬要出风头，就这么见不得你妹妹好吗？既然父亲不高兴，那不如明日宫宴亲自和陛下说，女儿嫁不了大皇子，如何？你，到时违抗圣旨，满门抄斩，由父亲作陪，女儿也不孤单。玉瑶和轩儿站在一起，当真是一对璧人。皇后娘娘赏红宝石16簪一对。陛下，皇后娘娘，今天也是安儿带皇子妃来请安呢。给皇上、皇后娘娘、淑妃娘娘请安。既然嫁入皇家，这女则和女戒，希望三皇子妃好好学学才是。有空多看看，抄写几篇也是好的。是，谢皇后娘娘赏。轩儿，父皇，你身体既然已经恢复，断不可再蜗居于宫殿之中。明日你就和安儿一同上朝。是，父皇。老二和老四是个不成器的，轩儿，你和老三可不要让朕失望啊！沈大人，您食言了。父亲，沈家一门两正妃，您该高兴才是。之前大皇子身体有疾，无缘皇位，可现在大皇子已然康复，他是陛下的嫡长子，虽然还未进入朝堂，但以陛下对大皇子的宠爱，那个位置未必不能一争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父亲，到底是一个外室女重要，还是沈家能光扬门面重要？我想，不是蠢人都知道该如何选。陛下，老臣已经尽力了，实在是那个逆女她不听劝，无论如何又要和婉婉争个高下，非要嫁给大皇子，老臣也没有办法呀。原来玉瑶还是拈酸吃醋，可她也太糊涂了，竟然让父皇赐婚，这下子我想娶她做侧妃，必然要费不少功夫。什么事笑得这么开心？没什么，只是看到两只蛐蛐在蹦跶，觉得很有趣罢了。是很有趣。殿下真当沈院丹是仙药了，大病初愈还敢饮酒。夫人教训的是沈玉瑶，你竟敢当着我的面和别的男人调情！贱人，你凭什么被我抢了男人还能嫁给大皇子？你就该被我踩在脚下，永世是不得翻身才对。殿下，都是婉婉不好，婉婉自知身份低微，却妄想和殿下一生一世，这才惹了姐姐与殿下赌气。婉婉，这怎么会是你不好？你是这世上唯一能与我心意相通的女子。婉婉，你欲如何？婉婉愿以身入局，祝殿下和姐姐成就好事。姐姐，沈玉瑶，别以为你被陛下赐婚给大皇子，就能踩在我头上。我听闻大皇子是先天的毛病，这会看着健康，指不定是回光返照。舌头不想要，就赶紧切了，省得留在你口中当个祸害。哎呀，姐姐对不起，妹妹不是故意的。沈婉，你又想搞什么鬼？姐姐，我知道你对我有些误会，但我是真心想与你和好的，你就别再与我计较了。奇怪，像被异物堵住，我怎么突然没有力气？是你，沈婉，你疯了！你可真是在皇宫。哪里来的宫婢，如此不懂规矩？没看到我正在与姐姐说话吗？三皇子妃，沈姑娘，皇后娘娘看沈姑娘似乎身体不适，所以特来让奴婢过来看看。
是皇后娘娘。这位姑姑，我衣裳湿了，辛苦带我去换身衣裳。沈玉瑶，我知晓你肯定会提防我，所以提前找了淑妃娘娘，让她派了人来引你离开。待你失身于殿下，被迫进府做妾之后，我定要你日日与我磕头请安。不对，这不是去往宫殿的路，而且这个宫民一直四处观察，神色紧张。这位姑姑，快了，只要进去我就没事了。玉瑶，我等了你许久。三殿下这是何意？玉瑶，我知道你还爱我。三殿下慎言，我如今已有婚约，三殿下也刚成婚，你我该避嫌才是。什么已有婚约？你是我的女人，你本该嫁给我。玉瑶，这3年来你为我出谋划策，为我拉拢人才，还以我的名义在外行善事。你这么爱我，怎么就不能再让让我？一个身份而已，婉婉根本不是你的威胁。殿下，我帮你，从不是因为爱你。什么？我帮你是错信你登上高位后能为百姓情愿，但你欺压百姓，挥霍无度，是个十足十狼子野心的混账。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那群贱民。我是皇子，是未来的皇帝，我干嘛要在乎那群蝼蚁？若你现在臣服于我，助我登上皇位，我不是不能给那群贱民一口饭吃。你做梦！沈玉瑶，若我得不到你，也不会让大哥得到你。你和那个位子注定都是我的。三皇子妃，你确定你是亲眼看见玉瑶和三皇子一起往这边来吗？回皇后娘娘是。刚才我与姐姐敬酒，不小心打翻了酒杯，姐姐说要去换衣，还让我别跟着。谁料我刚回座位坐下，殿下身边就过来一个宫婢，故意将东西洒在殿下衣服上，并说带殿下去更衣。我本也没有多想，可那宫婢走后竟落下一个荷包，这正是姐姐带的那一枚，想必是姐姐念及和三殿下3年的情谊。闭嘴！三皇子妃，你可知故意抹黑皇室成员，该当何罪？皇后娘娘明鉴。我所说句句属实，没有半分虚假，只求皇后娘娘能看在姐姐对三殿下一片初心的份上，不要怪罪姐姐。姐姐，我要你失身的丑态被所有人看到，如此才能把你从云端拽下，让你从此烂在泥里。姐姐，这可是皇宫内院，你怎能与三殿下在此地就做出如此荒唐之事？怎么会是这样？皇儿、玉瑶，你们怎么在此处？回皇后娘娘，臣女刚才衣裳被打湿，有位姑姑好心带臣女来更衣，谁知半路突然不见人影，臣女不熟宫中道路，险些迷路，幸好大皇子路过，不然臣女恐怕等宫宴结束都找不到出宫的大门了。一个能从淑妃宫中抵开无数宫人找到我宫殿的人，竟还能迷路，没想到我这夫人不仅善棋艺，还善演技。阿瑶方才跌倒，不小心扭伤了手腕，我在帮阿瑶涂药，不知母后和淑妃娘娘前来时，还不是你三弟的王妃。他口口声声说看到玉瑶和你三弟在此幽会，喊我们前来为他主持公道。皇后娘娘，你相信我，姐姐她真的是和三殿下在此。满腹心思，谎言连篇。淑妃，这就是你家老三拼死拼活要娶的好王妃。我没有说谎，这个掉落的荷包就是证据。这个荷包不是入宫前妹妹说喜欢，所以找我要过去的吗？怎么成了我掉落的？果真是那个地方养出来的，没有半分名门闺秀的端庄不说，还如此下作，颠倒是非，以此陷害嫡姐。何止呢？为了陷害嫡姐，她竟连自己的脸面都不要了。新婚第2日夫君出轨是什么值得四处宣扬的好事吗？母妃，你是知道的，姐姐她明明就是被您闭嘴！三皇子妃言行不端，降为侧妃，即日起在府中闭门思过，无诏不得出。怎么会是这样？明明不该如此。沈玉瑶，你到底把三殿下藏到哪儿去了？沈婉，三殿下是你的夫君，你都不知道的事儿来问我，不觉得很可笑吗？多谢殿下。你我将要成婚，何须客气？大殿下，他就算今日没有和三殿下幽会，可他跟了三殿下3年，肯定早就和三殿下有了肌肤之亲。
你可不要被这个朝三暮四的女人给骗了！你敢打我，我可是三皇子妃！三皇子妃，你忘了，在刚才你已经被降为三皇子侧妃了。身为沈家女，当众陷害嫡姐，丢尽沈家人的脸面，视为不孝；身为皇室侧妃，你不敬未来皇嫂，刻意抹黑，视为不忠。像你这种不忠不孝的败类，别说只是打你几巴掌，我就算当场处置了你，也并无不妥。阿瑶，三弟我已让人送回府中，不过你说的落水的宫女，我的人并没有找到，抱歉。为了你的声誉，这件事暂时无法为你讨个公道。明明是殿下救了我，怎么还要对我一直道歉？抱歉，我来晚了，你没事吧？他这是中了烟撒的药。多谢殿下救了我，还帮我圆谎，否则我就是不死，也只能入三皇子府中做妾了。到了那时，我必然先一把火将三皇子府烧个干净，让他们整整齐齐为我陪葬。阿瑶，你放心，伤害你的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不必，大殿下，我自己的仇自己报。夫君，我听下人说，你从母妃宫里回来后就没有用餐，所以专门去厨房炖了汤给你。婉婉，这些事交给下人就好，你不必动手。我也是心疼夫君。对了，夫君今日和母妃提宠立我为正妃的事了吗？你还敢提？安儿，当初我舍了一个布置多年的暗棋给他，可他不仅没帮你把沈玉瑶抬进府里，反而害本宫在众人面前丢尽了脸面。求母妃助我！安儿，太子之位和那个外室女，你只能选择一个。婉婉，母妃为我定了司徒将军的女儿司徒卿做正妃，3天后大婚。你作为侧妃要恪守规矩，断不可再称我为夫君了。1个月连续迎娶2位正妃，淑妃的野心太明显了。当初三弟为了沈侧妃闹得那么大，没想到妥协的这么快。新人到！不愧是跟着司徒将军南征北战的女子，行事竟如此不羁。我知道你，沈家嫡女沈玉瑶。恭喜三皇子、三皇子妃。司徒卿，你别为难玉瑶。我为难我未来大嫂做什么？不，我只是觉得你长得又漂亮又聪明，我这夫君怎么就瞎了眼，放着好好的宝珠不要，捧着个破碗当宝贝？司徒卿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事实如此。白胜安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你长了张让我心动的脸，你这性子别说你是个皇子，就是太子我也不稀罕。赶紧走，军营里的弟兄们都到了，还等着吃席看舞呢。奇怪，沈婉呢？就算淑妃娘娘进了她的族，以她的性子，也不该如此安分。该死，殿下竟为了这么一个粗俗不堪的女子，将我软禁在院中。我绝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重新赢得殿下的怜惜。有了，兄弟们，今天是我的大婚之日，你们吃好喝好，如果不够就尽管说，我夫君是皇子，有的是钱。这可是娘当初名动京城的玉娇舞。婉婉，这台上的舞姬竟然就是白胜安金屋藏娇的侧妃。沈婉，看来不需要我动手，你就自己把自己作死了。好看，好看！这舞奴身段又娇又柔，比春香楼的花魁都好看。要是能和他睡上一觉，真是此生无憾啊！放肆！你可知他是？殿下是想把侧妃不知廉耻，在你我大婚之日前来献舞的事闹得人尽皆知吗？乖侄儿，这舞姬谁呀？值得你如此动怒？没什么，王叔，她就是我府中圈养的普通舞姬。哦，既是普通舞衣，那侄儿把她送与王叔可好？婉婉，若是有王叔之称，我必能当上太子。你与我心意相通，定会理解我的。既是王叔开口，侄儿自然没有不同意的道理。
这位娘子，我是平阳王的管家，特来接您去平阳王府享福。平阳王府，我不去。哼，一个小小舞姬还真吃上了。滚开！不准碰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三皇子妃！再不看我，你们就死定了！一个下贱的舞姬还妄想成为三皇子妃？谁不知道今日三皇子大婚，三皇子妃是司徒将军的独女司徒清。闭嘴！我不是舞姬，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敢碰我一下，三皇子不会放过你们的！这位娘子怕是不知道，三皇子殿下可是亲口同意送你去给我们王爷做妾的。什么？参见大皇子殿下，沈家大小姐。救我！这沈小姐认识这个舞姬？不，我不认识。何事让我们花儿笑得这样开心？小姐，三皇子侧妃沈婉突发恶疾暴毙了。三皇子竟是这样对外宣布的。如此，就算沈婉能逃出来，也再踏不进三皇子府一步。小姐，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婉婉虽然身子娇弱，但素来健康，怎么可能突然暴毙？必然是极恨他的小人害他。当年就是因为你娘极恨，才害得婉婉和娇娘入不得府。继子生的孩子，让婉婉被人嘲笑是继子生的孩子。现在婉婉好不容易嫁入三皇子府，你竟然还要害死她！你果然和你母亲一般恶毒，满心算计。够了！你的娇娘卖身青楼是娘害的吗？当年你身为尚书，罔据国法，要娶继子做平妻，若不是娘以死相逼，尚书府早被弹劾抄家了。逆女！我是你父亲，你竟敢顶嘴！父亲，这么多年你久居别院，和那个继子谈情说爱，认继子生的女子为乖乖女，可曾尽到为父的责任？你既贪图外祖的钱财，用母亲的嫁妆为你铺平仕途路，又嫌她是商户女，身份低微，故意冷落致她郁郁而终，可曾尽到为夫的责任？你沈大人，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为人夫，更不配为人父。大逆不道，大逆不道！沈大人，7天后我和大皇子大婚，你确定要打未来的大皇子妃？沈大人，你可知道我至今还愿意叫您一声父亲，不是因为血缘对不起母亲，而是您虽对不起母亲，但您从不搜刮民脂民膏，至少对得起这身官服，对得起大齐百姓。父亲，沈婉的死活如果您真想知道，可以登门去三皇子府一问究竟。花儿，去将我的嫁衣取来，上面的凤凰还差一双眼睛。吉时一到。夫人，你今日好美。莫懂。为父先帮你把头饰取下来，这么重的头饰戴了一日，夫人辛苦了。头饰有些复杂，我叫花儿。不必，夫人的事，为父不想他人代劳。还未问过夫人，夫人明明出身尚书府，家境殷实，按理来说该不食民间疾苦。
为何会有为民请愿的执念？其实，我年幼时曾走丢过1个月，被一户最普通不过的农户好心收养。他们一家4口虽然过得清贫，但其乐融融。今年的捐杂税还不交，是把当今放在眼里吗？官爷，冤枉啊！实在是今年收成不好，我们自己都免过度日，实在是没有余粮交了。求官爷再宽限些时日吧。宽限？若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求我们宽限，那今年的税收不够，上头怪罪下来，你们有几个脑袋？官爷，这是我家仅剩的粮食，求您行行好，给我们留一些吧。后来有人认出了我的身份，当初打杂的官兵一脸谄媚地把我送回了尚书府。安顿，我也求了母亲，将那一家人好好安顿。大齐世家横行，赋税之重远超百姓的承受。辛苦耕作1年，却要拿出几乎全部的粮食上供朝廷，自己食不果腹，这世道不该如此。夫人，这世道不公，我们就做还百姓公道的人。阿瑶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没想到白生轩看着温润如玉，在那方面竟如此。小姐，不，夫人，江老太爷来了。外祖，阿瑶好想你。乖楠楠，阿公来了。阿公知道楠楠委屈了。外祖，这是江家的令牌。有了这个令牌，江家所有的财产和人脉都将为你所用。外公，阿公只有你娘一个孩子，但他命不好，早早就走了。阿公不问你要做什么，但只要你要的，阿公都会给你。阿瑶，你记住，若是受了委屈，就来江南找阿公，阿公永远都在。殿下，我们的世道要来了。朕的时间不多了。安儿，父皇，朕本来对你寄予厚望，没想到你不仅后宅管不好，就连最近的差事都全部搞砸了。父皇恕罪，儿臣知错。轩儿，朕早知你聪慧，只是之前被身子拖累了。大哥，是你抢走了玉瑶，这一切本该是我的。朕还有些事情要与太子交代，你先下去吧。父皇，大哥好了后，你的眼里就再容不下其他人了。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我的正妃可是手握10万征兵的司徒将军之女。江州大旱，百姓颗粒无收，饥荒下必定举家迁徙，辽民众多，我必须早做打算。夫君，发生了何事？阿瑶，
三弟意图造反，被圈禁了。那你有没有事？为父无事。三弟他是想说服司徒卿，提着三弟的衣领，让司徒将军帮他围困皇城。但司徒家世代忠良，司徒卿直接提着三弟的衣领就去了皇宫告状。司徒姑娘果真忠肝义胆。本来父皇是想直接把三弟贬为庶民，发配幽州的，但淑妃娘娘求情，再加上造反未成，就变成圈禁府邸，终生不得出。那司徒姑娘呢？司徒卿当场和三弟割袍断义，还扬言看上了新科榜眼，让父皇赐了婚。还可以这样？男人不行就直言不讳，大不了换个男人便是。阿瑶，我绝不会背弃我们的承诺，你信我？我自然是信你的。若你也如三皇子般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我就只能去父留子，亲手培养出一个明君来。奇怪，怎么突然感觉有点冷？对了，夫君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你我之间何须客气？何事？我想让你帮我向平阳王要一个人，然后想办法送进白胜安的府中。你们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可是堂堂三皇子，未来的圣上！你们竟敢幽禁我！待我登基后，我要把你们统统杀了！我要诛你们九族！不该如此的，玉瑶本应属于我，我所期许的一切本该如愿。玉瑶，你快来助我！婉婉，王叔呢？是王叔让你来救我出去的吗？竟然真的是他送我去的。婉婉，你说话呀！婉婉，你竟要杀我！贱人，我早该想到，我落到如今的地步都是你害的。若不是你刻意伪装勾引，我怎么会想要娶你，让玉瑶难过离开了我？我现在就掐死你！只要你死了，玉瑶就会原谅我了。这周上是登基大典，沈玉瑶，终究是你赢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决议禅位于太子白胜轩，上合天理，下顺人情，钦此。请新皇登基。请新皇登基。朕为乾坤浩荡，社稷攸归。今以吉日，系登大宝，统御万方，以昭祖宗之宏业，为梨树之殷旺。斯特颁诏于天下：一、减免赋税，凡遭灾周氏，免钱粮3年。民生困苦者，着户部粟役赈济。2、褒奖忠良。朕愿承烈圣之遗训，开万世之太平。凡政事得失，民生疾苦，皆许直言进谏，朕必虚怀纳之。若怠政害民、贪腐枉法者，亦必严惩不贷。皇上圣明。子阳，朕定会让这天下如你所愿。
大齐所有子民都能行有所得，老有所欲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